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大家好，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我是团长。大家有没有听过鬼怪传说？在日本有一部真实改编都市传说，电影《如月车站》是平行世界的入口吗？我们听到站名依序下车，但如果今天这个站是你没听过的名字，那你该下车吗？日本有一处站名叫做如月车站，它的惊悚程度还被翻拍成恐怖电影。不过大家会想问，不过是个车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你不知道的是，它或许是平行时空的入口。这起故事发生在2004年，一名叫做叶晨的女子，她上了电车之后，一切变得不寻常。原本列车大概7-8分钟就会到站，但这一次却行驶了20多分钟都还没到。车上的乘客除了她，其他5人都在睡觉。于是她上了论坛，留下了求救文字。不少热心网友回她，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问问车长叶晨，他立刻前去敲窗，没有反应。好吧，算了。他再等了一会，这时电车穿越隧道之后，终于停靠了。打开门的那一刻，这站名写着4个字：如月车站。这站他从没看过，但他该下车。葉山さん、聞か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2004年の1月8日、あなたが異世界に行った話を。日本流传的都市传说改编成恐怖片，但荧幕上演出的内容正是关于一位网友分享不存在车站这一段诡异的经历。すいません。なんか祭りの音みたいなの。それ。なんだよこれ。危ないから線路の上歩いちゃダメだよ。难以解释的一切，通通发生在这天晚上。这一辆列车通往的不是回家的路，而是满满的不可思议。如月駅。今も探してるんです。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抵达一个从没看过的车站，让人毛骨悚然的情节。这一切该如何解释？后来经过查证，日本根本不存在这个车站。此事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发酵，慢慢形成了当地最有名的都市传说。这诡异的都市传说，我们从论坛开始。2004年，有一位叫做叶纯的女生，在日本知名的论坛网站留言。她像往常一样坐上了一列回家的电车，但是和平常不一样的是呢，原本7-8分钟就可以到站的路程，她坐了20分钟却仍然没有到站，一如往常的行程。但是这一天却不太寻常，这时间应该到站了，但是怎么20分钟过去还是到不了？看到她帖子的网友呢，告诉她让她去找一下车长看看。陈直想要找乘务员了解情况，却发现乘务室窗帘拉下，任凭怎么拍打都无人应答，实在太奇怪。而且车上的乘客除了他以外，还有5个人，但是大家都在睡觉。网友建议叶纯到车展室看看，不过车展室的窗户被遮住，敲窗户试试看，什么事？却也没有回应。后来列车穿过隧道，但接下来的画面让他更害怕了。电车终于在通过一个又长又陌生的隧道后，靠站了临时发现此时恰逢午夜12点，车站的名字如月车站更是闻所未闻。整个车站空无一人，没看过的展名车站还空无一人。叶群他孤立无援，只能继续在论坛发文。他尝试了非常多的方法，他试了 GPS 定位，他找不到位置，他打给警察，被当成恶作剧。没办法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前往列车行驶的反方向走。但走着，突然身后传出了太鼓跟铃铛的声音。是谁呢？叶纯，他喊了一声，转头过去，是一名只有单脚的阿贝出现在他的身后。他是来索命的吗？叶纯他一边跑一边发射求助文。约定30分钟之后，他失联了。是谁带走他？漆黑的地方一个人也没有，而眼前这车站更是陌生。如月车站，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他也在论坛继续求救。现在停靠在如月寨，从来没听过的站名。该下车吗？线上网友大家开始帮忙想办法，希望能够帮忙叶纯。此刻的他一定很无助，一个女生在从没到过的车站，这样的心慌可想而知。不过就算用 GPS 定位也查不出所在地，谁都不知道这是哪里。
试着打电话求救呢，也被警察当成恶作剧。在论坛网友的鼓励下，莲石决定沿着隧道往来时的方向走。回家走了不久，身后车站方向开始传来太鼓和铃铛的声音。回头一看，一名单脚的老伯出现在身后。这时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哦嘿，危ないから線路の上歩いちゃダメだよ。おーい。危ないから線路の上歩いちゃダメだよ。”这一夜真的是恐怖惊魂记。奇怪的声音，眼前这人又是谁？这段恐怖都市传说越听越发毛。莲石慌忙逃出隧道后，发现有辆车在前方，司机也愿意载他一程。不顾论坛网友的反对，他最终还是坐上了陌生人的车，并于凌晨3点44分在论坛上留下最后一句话后，从此消失。这是最后的结局。2点45分，叶纯说他已经走出一主灌隧道。3点10分还留言说遇到了一名男子，不过当时其他网友极力阻止，要叶纯远离这名男生。时间来到3点44分，叶纯留言说男子不太对劲，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不过在7年之后，他又出现了。他告诉众人自己缺了一个平行的空间。那辆列车开到森林深处后，不仅车子停了下来，就连车上的西服男子也消失不见。这在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又一名男子走了出来。他告诉小林这里很危险，如果想活命就朝着有光的方向走。此时的小林已经被吓坏了，一边哭着一边朝有光的方向跑去。没过多久便累倒在路上。等他再睁开眼后，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上车的车站，父母也一直在他身边呼喊着他的名字。唯一变化的便是从小莲上车的2004年直接到了2001年。不知为何，已经过了7年的时间，如今这段诡异的都市传说翻拍成电影，恐怖的经历到底是真是假？网络上也有各种的预测，大家纷纷讨论这部存在车站的真实性。路上也出现这样的贴文，比方说有人误闯如月车站，无法证实真假，甚至在推特还有网友上传多张诡异的车站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拍到如月车站，但有其他网友揭露真相，说这照片是用资深铁道的东城田站修图，因为这一站几乎没人上下车，而且月台也很阴暗，因此只要稍微加工一下，就能有这样诡异骇人的气氛。一个都市传说，最终出现各种不同的结局。有人把这样的故事拿来当成恶作剧主题，也有人说他是遇到结界，又或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终究是个谜团。你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有诅咒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吧。在欧美也常常会举办一些车库买卖，简单来讲就是二手品买卖，大家来捡便宜，卖家能保证的只有你眼前看到的，但他没说的是这个物品背后的故事。过去有人买到了被施了黑魔法的物品，像是这幅哭泣少年的画像，据说有名画家生前跟恶魔签下契约，如果有人买了他的画摆在家里，一定会失火。听到这边不太可能吧，但事实上是这幅画转了好几手后，一问才知道每个买家家里真的遭到蛀漏，回忆的是房子都烧完了，画还是完好无缺。 Wear masks. We got our masks. Check. Hand sanitizer. 在欧美很多地方都会办车库拍卖，就是把家里用不到的东西摆在院子里，便宜出售给需要的人。 Good morning. How you doing? 当然买二手货的好处是容易捡到便宜，又能回收再利用有限环境，不过有时候要小心，买东西之前还是得先做点功课，以免买到不该买的东西。来瞧瞧这一幅画作，上面画的是个小男孩，眼角还流下一滴泪，看起来栩栩如生，风格有些悲伤。不过要是你知道这幅画背后的恐怖故事，那就绝对不会想要在二手市集上面买下它。这幅哭泣的男孩只有一位叫做布鲁诺的画家所绘制的作品，他的画被拿去大量临摹成了复制画，在60到70年代几乎全欧洲都能买到，光是在英国就派出了5万多幅。 These paintings continued to be reprinted and sold. The painting became very popular, especially in the UK, where over 50,000 of these paintings were sold. 据说布鲁诺创作这幅哭泣的男孩，是因为他来到了一所孤儿院帮小朋友画笑话，不过因为孤儿院失火，所以院内的小朋友都很悲伤，才会有了这幅哭泣的男孩。但怪事就从布鲁诺去世之后开始发生。1985, a British tabloid newspaper called The Sun published a story with the headline, Blazing Curse of the Crying Boy. The story was about a couple from Rotherham named Ron and May Hall. A chip pan caught fire and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ir house.
在画家布鲁诺去世4年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家庭出点事祸，看似是场普通议会，不过Despite all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fire, the only thing that remained undamaged was the Crying Boy painting that they left in their house. 之后陆陆续续传出，许多买了这幅画的人家里都遭逢祝融，这很难说是巧合。有些人是买在家里头当装饰，半年之后就发生火灾，有披萨店想挂个画，没想到隔天就失火。The head of the Yorkshire Fire Brigade told National News that multiple photos of this weird crying boy had been found in multiple homes that have mysteriously burnt to the ground.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这些火灾事件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现场的东西全都付之一炬，除了这幅哭泣的男孩。Causa nunca era encontrada pelos bombeiros, até que eles notaram vários casos em que esses quadros não eram queimados. 这系列画作真有这么邪门吗？有人试着烧看，发现一开始火势猛烈，但烧了几分钟之后，火势变小了，画中男孩的脸庞丝毫无损。以科学的角度来研判，可能是这一批复制画的材质特殊，具有高防火系数，因此出现没被焚毁的巧合，但也种下了黑魔法的传说。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credibility of this test, we're actually filming this. It's quite a big flame. The flame is now about 2 feet high. The painting had a hole in it from where the fire had touched it, but the flames hadn't spread. But you'd have to say that fire is pretty much going out. 其实除了哭泣的男孩，还有个世界2大进化的传说。Have you ever seen a haunted painting? 第一幅就是由美国画家比尔斯·托纳姆创作的《迪奥的世界》。画作中的男孩看起来没有眼睛，旁边站着小女孩，眼窝则是一片黑暗，更像是个人偶。他们身后的门内，更有无数的手蠢蠢欲动，光是盯着就感动不寒而栗。And behind the pair is a glass door, separating the world of the boy and something else left behind the door. You see various hands behind the glass grasping at the door. 传说这幅画的作者和魔鬼达成了交易，把眼睛送给恶魔来换取名气。所以迪奥的世界里的小男孩，其实就是作者本身。据说只要盯着这幅画，就会感到恶心晕眩，还会产生幻觉。如果对着画作喊出迪奥的名字，更会离奇死亡，很快就被列为禁画。February of 2000, a couple from California put the painting up on eBay with the claim that it was haunted by something truly evil. In addition, the owner of the first gallery that it was in, plus the first art critic to review it, both died the same year that they laid eyes on it. 至于另外一幅禁画，则是这幅痛苦的人，画中的人表情狰狞，光有看的就够让人毛骨悚然了。2010年，有个叫做罗宾森的人上网分享自己的悲惨经历。他说自己是从祖母的手里继承了这幅画，听他的祖母说，这幅画的作者把自己的鲜血混入画作当中，并且在完成之后就立刻轻生死亡。When she passed away, the artwork was left to her grandson, Sean Robertson, who pieced together what he could about it, mostly from his grandmother's stories of it being evil. Robertson found that the unidentified artist behind the anguished man used his own blood in its creation and committed suicide shortly after its completion. 光是这样的背景故事就够让人害怕了。但罗宾森说，这幅痛苦的人不论挂在家里的哪个地方，都会发生怪事。Families started experiencing strange occurrences. Cries and moans could be heard coming from the painting, and a dark figure was spotted on multiple occasions, staring at them before it vanished. 事后，他更抛出他家监视器拍下的诡异画面，种种怪象，让罗宾森最后只好把这幅痛苦的人锁在地下室。尽管有不少收藏家出高价想要买下这幅画，却都被他拒绝，因为他不想要这份诅咒继续残害别人。红光笼罩着圆圆大娃偶，一股神秘诡异的情绪让人从心底油然而生。这个娃娃名为霞儿。Yes, it is. 1970年，安娜贝尔娃娃被人从古董店买下来，当作礼物。Open your eyes. Oh my God, John! That's the one, right? You know how long I've been looking? I know. 只是当众娃娃一进门，就发生了多起不可思议的案件。不管这些物品到底是不是遭到了诅咒，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摆东西之前，最好还是调查一下来历，免得把麻烦给带进家里。
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难以解释的诅咒，我们就当做怪谈吧。那藏宝图上的宝藏是真有其事，还是只是幌子呢？提到希特勒这个名字，不少人想到是他那激情的演说，还是那段残忍屠杀的历史。战争是无情的，而在二战期间，德军是攻城略地，抢夺财产。你知道，纳粹那时可是坐拥是金山银山吗？当初他们攻击俄罗斯，他们把世界8大奇景的琥珀宫上面的琥珀黄金整座都拆掉，打包走人。看到这，我们不禁想问，那既然有钱，随着德国战败，这些希特勒的秘密宝藏藏到哪了呢？有人说在欧洲，又有人说在亚洲的山区，都是藏宝热点。不过这些都是传言。但如果今天是政府承认的藏宝图呢？不久前，荷兰国家档案馆他们公开了一份二战时期从德军士兵取得的藏宝图，密封了整整75年之后首次曝光。由于是有政府作保，真的这肯定是没错的。据说藏宝图内描述有4个大箱子，里面塞了钻石、宝石、黄金文物等等，这总价值5.8亿元，而且就藏在荷兰的一个村子。消息一出，全世界的寻宝猎人通通都涌入这。宝藏一夜致富，这是出现在无数故事里的情景。只要解开手中藏宝图的秘密，就能通往财富捷径。这一切或许再也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金属探测器来回找寻，荷兰东部的这个小乡村欧姆瑞，突然涌进了大批的民众。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手中都拿着金属探测器铲子，还有这张藏宝图。这张藏宝图据说是二战时期从一名德军士兵取得的，由荷兰国家档案馆保管，在保密期限75年过后，最近才公开，加上是官方发布，可信度高。消息一出，当然是引发了轰动，谁都想成为第一位挖到宝藏的富翁。荷兰政府解密1300多件文件，居然把藏宝图也解密了。这藏宝图很有名，就是1944年8月，好在德国的一个阿拉姆的银行，它发生爆炸，德国4个士兵进银行，把它珠宝、钱财、黄金全部收刮成4个箱子。据说这装满钻石、红宝石、黄金、白银各种珠宝的4个大箱子，价值约为5.8亿台币，当然让人疯狂。不过，这恐怕只是纳粹宝藏里的冰山一角。关于纳粹宝藏的传说，绝非空穴来风。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在欧洲四处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包括文物，甚至连战俘口中的金牙全都没有放过。The Nazis had been stealing art out of Warsaw, Amsterdam, Paris. 纳粹首领希特勒组织了一支别队，或称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向占领区国家夺取黄金与外汇，然后收取天价的保护费。根据估计，总金额高达1600亿帝国马特，换算成现在的币值，约等于8500亿美元。这天文数字的宝藏，到了战争末期，希特勒见大势已去，便下令把接收刮而来的宝物藏在不同的地方。准备日后东山再起，希特勒下了一道密令，把德国境内所有的财宝都以大德意志之宝的名义分批进行转移和藏匿。德国战败，希特勒隐谈自尽。随着他死亡，那些纳粹宝藏的下落已成了世纪之谜，各种传言甚嚣尘上。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到亚洲的喜马拉雅山，都是他的藏宝地。Last year, I went out to the Black Sea. We found something. One of Hitler's U-boats is just sitting on the seabed, full of gold. 多年来，全界的宝藏猎人试图从各种方法破解宝藏的密码，而且还真的有人美梦成真。Dus dat moet er nog ergens zijn. Of het is gewoon verloren gegaan met bombardementen. Dat kan natuurlijk. 过去就有人意外，在德国慕尼黑一间不起眼的公寓里头，发现了1500多幅被德军从四处掠夺而来的名画。这当中包括有毕卡索、雷诺瓦的画作，总价值高达了台币397亿。This was a model of his planned Führer Museum. 美军在奥地利的盐矿里找到了莫克斯村宝藏，当地教门被打开的那一刻，所有人惊呆了。地上密密麻麻摆着的白布袋，里面装的全部都是金条，甚至还找到大量金牙跟戒指，这都是还来不及重新铸造的犹太人遗物。经过清点凯瑟罗达盐矿，矿井里一共有黄金250吨，欧洲各国纸币近10吨，此外还有几千件文物和艺术珍品。莫斯村宝藏的发现，顿时震惊了整个欧洲。
这些已经被发现的宝藏，随便一个都是价值连城，但这或许根本不及所有纳粹宝藏总量的1/4。当时纳粹军队搜刮宝物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就连一整个宫殿，他都有办法打包带走。当时呢，这个德国的希特勒，他军队攻入了俄罗斯，那他也很想把俄罗斯如同法国一样，把那金银珠宝给掏空。我们来看看呢，其实在俄罗斯境内最有名的一个金银珠宝的地点，就是在他们的圣彼得堡附近，有一个凯撒林宫里面的琥珀宫。这个琥珀宫堪称世界8大奇迹，是18世纪普鲁士国王送给沙皇彼得大帝的礼物。整个宫殿耀眼夺目，是因为这全是由黄金跟琥珀打造而成。它每一片的面板上面镶满了黄金、琥珀，还有金银珠宝，总共有10万片的黄金银铂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黄白金宝石镶在这些一片一片大片的墙壁、墙板上面，在当时琥珀的价格比黄金高了12倍不止，做工又是这样的细致，价值自然不可度量，出乎至少200亿台币。看到这富丽堂皇的宫殿，希特勒当然不会放过。当时呢，希特勒他攻入俄罗斯之后呢，他也知道这个琥珀宫啊，那他竟然要下令他的亲卫队、他的军队，你们一片一片把它给我拆了，拆了之后呢，就化整为零，运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把它藏起来。一整个宫殿就像是一夕间消逝，究竟被藏到哪了？众说纷纭。1941年，这座富丽堂皇的黄金宫殿被带到了德国城市格尼斯堡。然而4年之后，当盟军攻陷这里时，却始终没有见到琥珀宫的踪影。随后传言四起，有历史学家认为琥珀宫毁于战争，也有人推测德国人将琥珀宫藏在了某个地方，有人就讲他当时应该是搬到了这里。托普利之湖，奥地利1945年4月，希特勒把这地方道路全部封闭了，然后把宝藏一箱一箱丢下去。所有人都认为最重要宝藏琥珀在这里面。若吉特勒真的把琥珀屋跟其他珍宝藏在谷底，用现代科技打捞应该不难吧？是不是这样就能解开纳粹宝藏谜团呢？但似乎没有这么简单。说没这么简单，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座湖我们先简介一下，这是奥地利的普利茜湖，当地人称它叫做神秘黑珍珠，但它不仅神秘，更是夺命。好多选宝家来都命丧于此，甚至专业的潜水员前来挑战，一来一往死了25个人。因此传言说，是不是他们发现了线索，但却被纳粹宝藏的看守员灭口了呢？还是被杀了？诅咒？传言归传言，我们先用科学角度来看好。专家学者开始对这湖做了研究，原来这是一个无氧湖，而且里面暗藏了非常多新型的细菌，要我打捞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人怀疑希特的葬在这边根本没道理，因为你光要拿回来根本不可能啊。还有一说，除了这琥珀乌藏堡的地铁外，据传希特勒还有一台消失的黄金列车，光是黄金就重达了300多吨，而这项消息似乎是真的。这是一名老人临终前的遗言，能揭开黄金列车的消失之谜啊。奥地利这一处托普利茜湖，它在欧洲的名气很大，还有这个美丽的别称叫做神秘黑珍珠。每年造访这边的人很多，却不是来此欣赏湖光山色。自从有纳粹宝藏传说出现后，托布里塞湖的宁静便被彻底打破了。这个是死亡宝藏湖，这个是已经有全世界追听最专业的潜水员，是老鼠的。每年很多怀着寻宝梦的人前仆后继的来到这边，却有不少人丧命于此。这难道是希特勒宝藏的诅咒吗？这之后，特布里塞湖又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不怕死的寻宝者，每年都会有几十个人在这里死亡或失踪。由于这些离奇死亡事件不断发生，开始有传言了，是因为湖的周边有一些世代守护者，纳粹宝藏看守人。这些寻宝者因为发现了藏宝线索，而被看守人杀人灭口，听起来实在难以置信。直到最后有专家证实，这湖其实是藏了这个致命危机。专家议论第一个，这居然是个无氧湖。什么是无氧？就它开始没氧气，到了20公尺以下完全是无氧的。第二个，在湖里面找到新型的细菌，没有世界没有的。但为什么这新型细菌为什么不能到上水面？它在无氧的世界里面存活的。第三个，找到没见过蠕虫，这蠕虫居然也可以没有氧气，可以生活的。除了找到不生灵的细菌之外，大家更想知道的还是湖底下究竟有没有宝藏呢？奥地利政府也派了专家学者来试图解开谜团，还真的有了发现。1984年1月，奥地利军方的考察专家们开赴托布里塞湖，宪兵队在所有通往湖区的道路上实行戒严。结果专家们在湖底发现了假币，找到80张这个伪造的英镑。二战最后的时候，希特勒有个伯纳的机密计划，就是要印10亿的伪造英镑，把英国的这个金融市场给打坏掉。结果他没有出去，他就丢到湖里面去，找到80张伪造英镑。代表什么？代表说这里面是有宝藏。在湖底的西南部，奥地利扫雷部队的专家们借助探雷器和检波器，发现有大量金属存在，金属集中在大约40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那究竟是黄金还是地下弹药库？奥地利有关部门至今仍没有确定。这座湖仿佛像是结界一般，水面下危机重重，无氧的湖底增加了潜水的危险性，就算想打捞，难度也是很高。为了防止再有意外发生，1961年，奥地利政府经禁止民众再到湖里寻宝。但有人提出怀疑了，
希特勒当初藏宝是准备要东山再起，如果打捞宝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日后他根本也难以取回。会不会托普利千古的消息只是虚晃一招？琥珀屋其实另在别处，他是放假抄袭的，那他还留在哪呢？还留在科尼斯堡。这个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少呢？的确，有越来越多蛛丝马迹证明了琥珀屋极有可能还在德国。The mystery of the missing amber room could finally be solved. 德国地质专家组成团队，利用雷达在德国东南大城德累斯登附近的纳粹碉堡搜查时，因为侦测到地底埋藏鬼雷，因此推断地下一定有宝。因为1997年就有一个德国的游客就在那边的海滩捡到了琥珀，沟壁上的一块镶弹物，除了琥珀无瑕落呼之欲出，另外希特勒宝藏当中还有一台消失的黄金列车，车上除了有名贵的文物艺术品外，光是黄金就高达了300多吨。1945年春天，一辆被密密麻麻架车上防空机枪的装甲火车悄悄开出了华沙，朝西南方向驶去。传说这列火车上装有几十个箱子，里面全部是黄金。然而就在列车行驶到波兰南部马乌布日赫山区后，就不知所踪了。1945年，这辆火车开着开着，它是从德国的东部出发，驶入了波兰西里西亚山区的一处隧道，之后它就人间蒸发。一整列的火车怎么可能会凭空消失呢？有人猜测，难不成是食物什么平行时空吗？但一名老人临终前的遗言，要揭开这辆黄金列车的消失之谜。希特勒又来偷天换日了，他让这辆黄金列车驶入隧道之后，下令炸山，就一炸就把这个火车给埋在里头了。这一老人声称自己是当年参与了埋葬列车行动的士兵。挖掘团队根据他所指的位置进行调查，果真有了惊人突破。Mystery may finally be solved that involves tons of gold and jewels. According to Poland's culture minister, a mysterious Nazi train that allegedly disappeared. Treasure hunters have descended on the area to search for the mystery train. Na co liczymy? No słuchajcie, wysunięcie takiej kapsuły czasu, coś z tamtych lat, okres II wojny światowej. 而经由后来，他们经由探地雷达的这个后人探地雷勘等等，波兰人、德国人，他们都证明这些。包括当时有参与炸的、埋的这些德国老兵，都认为黄金列车的位置现在还在那个隧道里头。Powodem jednoznacznym może być tylko i wyłącznie dotarcie do tego pociągu i pan dobrze o tym wie tak samo. 波兰的文化部副部长会说，还是真有其事，那有这个车，而且呢，这辆装甲列车至少100米长，还带有炮台，因为他们透过了这些仪器去测出了它大概的轮廓，但挖掘工作却不怎么顺利，除了担心为了保护宝藏，纳粹士兵可能会在周遭暗藏鬼雷。危险性高，而且挖掘至今还没有任何的发现。究竟这辆黄金列车是传说，全世界高度期待，纳粹黄金世纪之谜有解。